这个男孩是恶魔与人类的孩子，天生背负着毁灭世界的命运。除了一身赤红色的皮肤，他还拥有一只异常粗壮的右手，这只手被称为毁灭之手，乃是上古时期留下的神器。当男孩使用毁灭之手打开地狱之门时，属于他的恶魔军团将会降临人间，而男孩自己也会成为最恐怖的怪物。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前夕，此时的帝国即将战败，不死心的元首命令马载克彦人找来光头大巫师，意图借助邪恶的力量召唤恶魔。得到消息的盟军立刻行动，围绕超自然调查组的教授组建一支小队前往现场破坏。与此同时，召唤仪式已经就绪，只见法师将手插入圆环，强大的磁场立马覆盖全身，打开了一道连接地狱的传送门。微弱的灯光下可以看到里面的空间漆黑一片，似乎还存在着某种恐怖生物。此时盟军小队已经抵达现场，随着2颗手雷在人群炸开，双方一触即发。克彦人身先士卒，直接从手臂伸出锋利双刃，收割盟军士兵的生命。危急时刻，教授将1颗手雷扔向传送门，克彦人前去阻止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波让一根铁棍将他钉在石柱上，同时一旁的法师也受到影响，直接被传送门吸进一片虚无。盟军粉碎了帝国的邪恶计划，但由于传送门打开的时间太长，教授担心有东西跑了出来。果然，在搜索的过程中，士兵发现了一只通体发红的奇怪生物。教授拦下了准备攻击的士兵，用一根巧克力棒把这只小家伙抱了过来。在那以后，教授成了怪胎的父亲，而军营也多出来一个名为地狱男爵的红色生物。转眼60年过去，在摩尔达维亚的高山上，3名登山员正在蹒跚前行。根据禁忌之书的指引，3人找到了一处洞穴，里面摆放着密密麻麻的士兵雕像。接着他们来到一个圆形方阵，突然一把尖刀将登山员刺穿，出手的是60年前逃脱的克彦人。随着血液被法阵吸收，当年被虚空吞噬的法师竟然又一次被黑魔法召唤现世。另一边，年迈的教授已经患上绝症，他担心将来有一天地狱男爵会觉醒邪恶的本性，于是从数百名毕业探员中找到了拥有善良之心的约翰，希望约翰接替自己帮助男爵。而随着电梯缓缓下降，约翰来到了超自然调查署，也就是传说中的51区。在这里他遇到了鱼人亚伯。在教授的介绍下，约翰知道鱼人拥有特殊的大脑额叶，可以感知生物的脑电波。教授让约翰随意参观，之后便带约翰去见新的伙伴。而随着合金大门缓缓打开，迎面而来的是一个浑身发红的生物。约翰懵了，他在电视上见过地狱男爵，但约翰一直以为对方是漫画人物。看着傻乎乎的约翰，男爵同样也表示不喜欢他。这时基地警报声响了，也预示着约翰第一次任务来了。很快，一行人在警方的掩护下来到了出事的博物馆。鱼人亚伯将手放在门上，通过脑电波他感应到这里面有一头古老的黑暗生物。为了安全起见，男爵独自走了进去，接着就发现了天花板上的怪物。男爵毫不废话，掏出装载圣水的驱魔枪，几个子弹过去将怪物击毙。可就在准备潇洒收工时，鱼人从古籍中查到，这是一种名为萨莫艾尔的地狱犬。除了恐怖的力量和敏捷度外，还拥有匪夷所思的复活能力。果然，下一秒，男爵就被诈尸的地狱犬拍飞，一路顺着窗户掉了下去。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又被地狱犬的舌头缠住。危急时刻，约翰开枪支援，但普通子弹根本造不成伤害。男爵让约翰帮忙装上追踪弹，接着一枪打在地狱犬的腹部。受伤的地狱犬逃进闹市，而男爵则一路顺着荧光痕迹来到了城市下的地铁隧道。此时的地狱犬已经扒开驾驶室，男爵上去追杀，结果一身赤红色皮肤的他却被驾驶员误认为是怪物同类。在挨了一顿暴揍后，男爵跟地狱犬打了起来。这次他抓住电车轨道，强大的高压电流猛烈输出，利用天生不怕火的恶魔能力，将复活之犬彻底烧成了灰烬。与此同时，博物馆中的鱼人用自己的能力让教授看到了发生的一切。原来在他们赶来之前，帝国杀手克彦人潜入了博物馆，在给自己上了2圈发条后，一套丝滑小连招展开了施向。赶来的保安开枪阻止，可随着克彦人舞动双刀，子弹竟然被双刀折返了回去。
解决这些守卫后，复活的光头法师出现了。只看他吐出绿色火焰，地上散落的炎力急速转换，最终变成了地狱犬萨默艾尔。看到这里的教授气得不轻，不过眼下他们要做的还是要尽快找到地狱犬的巢穴。之后鱼人在为男爵治疗过程中发现他手臂里有3颗虫卵，这正是地狱犬的幼崽。虫卵对光线和温度极其敏感，需要潮湿黑暗的环境生长。男爵想起地铁中的打斗，对方拼了命往轨道里钻，那里完全符合繁殖生态。于是教授下达指令，让男爵带一队特工过去勘察。很快鱼人就感知到墙后的虫卵，特工们正要想通知领导，结果男爵几拳轰开了石墙，同时这也让里面刻验人听到动静。之后男爵将圣骨匣交给鱼人，让他独自下水进行探索。果然水底有大量的地狱犬虫卵，突然一头地狱犬冲向了鱼人，亚伯根本不是对手，男爵送的护身符也不小心掉落，幸好凭着灵活走位，他躲进了狭窄的通道。收到消息的探员立马过去支援，谁知又被另外2头地狱犬盯上。与此同时，男爵也被地狱犬袭击。虽然有着犬类一样的外表，但地狱犬却有极为恐怖的爆发力。男爵被他一路吊打，干脆直接抓住地狱犬的舌头，将地狱犬甩进隧道。伴随着一辆地铁驶过，恐怖的地狱犬瞬间被碾成肉泥。同一时间，一名探员遭遇了刻验人。面对他的持枪警告，刻验人直接拧动发条，接着抽出利剑迅速出击。处决完这名探员后，刻验人卸掉了发条的力量，犹如一具死尸躺在探员的身边。当男爵赶到现场，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。另一边，没有参加这次行动的约翰将男爵爱慕的丽兹带回了51区。丽兹同样是超自然调查署的能力者，她拥有操控火焰的能力，但由于未能控制自如，丽兹自愿离开了51区。看到约翰将女神带来，男爵称赞了约翰的机智，但他很快又发现丽兹竟要跟约翰出去约会。吃醋的男爵偷偷离开51区，一路跟在2人后面当起了狗仔。当看着2人亲密的举动，男爵气炸了，而他也没想到约翰的目的不是为了挖墙脚，而是想要通过丽兹了解男爵。与此同时，教授开始研究刻验人的身体，他发现刻验人全身都经过高度改造，唯一给身体提供能量的就是胸口前的黄金发条。随着教授在随身物品中找到了一张破损的纸条，经过电脑修复后，察觉这是莫斯科的一处墓穴。然而没等教授通知其他人，房间中的刻验人竟然活了过来。原来他之所以假死，就是为了让教授破解纸条的内容。看着这名来自上世纪的疯狂杀手，教授知道已经无路可退。法师念他对男爵有养育之恩，描绘出了一幅未来的景象，无数巨兽降临，带来世界末日，还称这一切都是因为60年前教授没有杀死男爵。教授的离去对男爵打击很大，第2天众人为他举办了葬礼。看着父亲的灵柩远去，男爵情绪低落。为了给父亲教授报仇，一行人很快便抵达莫斯科墓穴。接着男爵使用了圣器，只看他打开一处墓穴跳了进去，对着里面的干尸念起咒语，下一秒干尸苏醒，主动为男爵指明了前路。然而一行人刚进入墓室，就被地上的尖刺铁墙强行隔开。男爵和约翰被迫分头行动，他想要继续深入，可身后局长却命令男爵往回走。当2人发生激烈争执时，一旁的探员和干尸被机关锤飞，下一秒石桥开始崩塌。2人好不容易逃出石桥，周围又传来了奇怪的音乐，前面正是恐怖杀手刻验人。看到杀父仇人，男爵顿时火冒三丈，结果显而易见，刻验人花里胡哨的剑术根本破不开男爵防御，反倒被男爵几拳锤爆了面具。这时地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坑，里面全是尖锐的铁刺。男爵抓住一根绳子，在刻验人的前摇动作中套住他的脖子，将他甩了下去，随后又抬起大齿轮，将近乎不死的刻验人永远活埋。另一边，约翰和丽兹闯入了地狱犬的巢穴。当2人意识到不妙时，大门已经关闭。男爵听到了女友的求救，于是开始不断攻击地面，硬生生打出一个通道下来帮忙。而要说男爵虽然凶悍，但地狱犬也是源源不断。情急之下，丽兹让约翰打自己，这一巴掌不仅激怒了男爵，同样也引动了丽兹火焰能力。强大的火焰能量使得周围迅速气化，地狱犬巢穴瞬间就被清空。
不过这一招也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当约翰醒来时，他们已经被法师锁了起来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法师的阴谋，目的就是让男爵打开地狱之门，释放地狱中的恐怖巨兽。于是法师吸走了丽兹的灵魂，以此要挟男爵念出真名。而为了救下女友丽兹，男爵只能念出自己的名字。一瞬间，天空浮现血月，男爵的身体迅速放大，断裂的犄角也重新长了出来。只看他将巨大的右手插入石门，一股赤色能量直冲云霄，黑暗空间中的水晶开始爆裂，巨兽们将通过血月来到地球。眼看世界迎来末日，约翰将教授的遗物扔给了男爵。看着手心被灼烧的伤痕，男爵恢复了神智，他直接掰断了头顶犄角，并插向一旁的光头法师。而没了男爵的法力支撑，血月传送门逐渐关闭，无数巨兽重新被拉回黑暗空间。法师十分不甘，不过男爵杀死他的同时，也释放了他体内的恐怖存在。转眼再看，已经变成了触手怪。男爵将丽兹和约翰带到通道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又被触手拉了回去。双方体型悬殊，男爵毫无任何反抗能力，眼看就要被一口吞下，他立马引爆了身上的炸弹。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，恐怖的黑暗生物被炸成碎片。而等到男爵回到通道，女友丽兹已经没有了呼吸。男爵用复活墓地死尸的魔咒换回了爱人的灵魂。而经历了这场大战之后，互相爱慕的两人终于坦诚相对，两人如同命运一般相遇，只剩懵逼的约翰在风中凌乱。距离上次粉碎帝国余党的阴谋已经过去了数个月，吃尽狗粮的约翰因为某种原因调离了超自然防御署。而男爵和丽兹虽然已经确定关系，但小两口还是经常吵架，原因是没有足够的私人空间。刚好这时基地收到警报，拍卖行里的精灵王冠碎片被抢了。王冠是精灵族权力的象征，早在几千年前，人类与精灵爆发激烈战争，为避免族群受到伤害，精灵王命人打造了一支黄金军团。不想军团的强大远超预期，人类被单方面屠戮，善良的王深感罪孽深重，于是主动签订了和平协议。而那顶操控黄金军团的王冠则被拆封成了3个部分，拍卖行中的就是其中之一。得到消息的小队成员立刻出击，局长也试图用雪茄收买男爵，让男爵低调做事，不要出现在普通人眼前。看在价格不菲的雪茄面子上，男爵答应了局长，但贪玩的他又怎会真的遵守？等到一行人赶到现场，拍卖会已然漆黑一片，地面铺满了一层黏糊糊的液体。愚人亚伯感知到生物信号，查出他们名叫牙仙，喜好以骨头和牙齿为食，而地上黏糊糊的液体就是牙仙残尸后的肉渣。这时一名人类探员遭到袭击，男爵一个箭步上前捏碎了牙仙，结果下一秒墙面震动，无数牙仙如蜂群一样倾巢而出，被他们包围的探员短短几秒就被吞噬成了白骨。丽兹立即唤醒自己的能力，准备一举烧光所有牙仙，而我们的男爵已经站在窗边，看准角度摆好造型。随着强大的火焰能量轰然爆发，男爵被炸出窗外，随即砸在车顶。看着一脸懵的秃顶局长，男爵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，这下终于得偿所愿了，他们的小队在人类面前露脸了。而与此同时，抢走王冠碎片的精灵王子已经带着兽人回到了地下王国。原来随着人类发展和土地挖掘，精灵一族已经从森林被赶到阴森的地下。王子清楚人类的贪婪来自本性，所以开始鼓动发动战争，但这个计划却遭到了父亲反对。精灵王坚持守护当年的和平契约，面对儿子的反叛计划，甚至下令让皇家护卫将其斩杀。王子当然不会坐以待毙，凭着高超武艺，他干掉了守护王座的护卫，亲手完成弑父夺权，从父亲身上拿到第2块碎片。另一边，自从男爵暴露在大众视野后，高层便派来了新探员，一位冒着仙气的蒸汽人。只看他将仙气聚于指尖，然后对着牙仙轻轻一点，死得不能再死的牙仙瞬间复活，说自己来自初尔市场。初尔市场是属于魔物的集会，里面充斥着各式各样的魔兽。为了调查整件事情的起因，男爵他们来到布林大桥，找到了看守市场大门的巨魔老太。在沙包大拳头威胁下，巨魔被迫带着他们进入初尔市场。只是到了开门的时候，巨魔说什么都不肯合作，耐心全无的男爵一拳将他锤飞。之后蒸汽人释放出衣服里的仙气，从内部撬开了开关，
看着市场中形形色色的魔物，蒸汽人拿着照片询问线索，结果这套根本不好使，而男爵却是个暴脾气。不耐烦的他见人就揍，终于这个身怀肿瘤的怪物受不了了，说买牙仙的是精灵王子，而现在王子已经拿到2块碎片，拥有最后1块碎片的精灵公主却是在前些天不知所踪。恰好就在这时，愚人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，从衣服的图案上可以看出，她毫无疑问就是消失的精灵公主。愚人和她手掌相印，而公主同样拥有心灵感应，两人通过脑电交流知会了全局。这时王子的头号马仔出现，作为情报队员的亚伯显然不是兽人大块头的对手，幸好男爵也赶过来支援。他本想放句狠话，结果兽人不讲武德，直接给男爵来了个迎面痛击，昂贵的雪茄被水浸湿，男爵彻底火了。双方在市场中心打了起来，无奈兽人天生皮糙肉厚，男爵沙包大拳头也失去了威慑力。好在随着第2发炮弹铁拳，兽人的铁手被绞肉机卡住，王子的头号马仔就这么领了盒饭。消息很快传到了王子耳中，他不甘心妹子和碎片被男爵带走，于是拿出了一颗绿色种子。男爵刚想嘲讽这是一颗蚕豆，结果种子遇水疯长，瞬间就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。看着这棵树人状的奇幻生物，男爵粗暴地拆开车门，抱出困在里面的人类婴儿。这时树人发动了袭击，男爵躲过藤蔓，带着婴儿爬到高处，正要开枪杀死树灵，精灵王子出现了。他说这是世上仅剩的树灵，如果杀了就等于被男爵灭了族。看着持续威胁着周围居民的森林之神，男爵没有犹豫，随着一颗子弹轰爆核心，树林化作一片绿荫，永远留在了这座城市。而选择当人类救世主的男爵非但没有得到感谢，反而被不知情的人们质疑。男爵十分失望，一向喜欢露脸出风头的他这次也罕见地回到了51区。而这段时间愚人和公主的关系进展神速，很多爱好都十分相符，可惜好景不长。通过双生双体的血脉感应，王子找到了51区超自然局。公主感应到了哥哥，于是将皇冠碎片藏在书里，又把刻有地图的卷筒扔进火炉。然而古老的卷筒不怕火烧，王子将地图烫印在桌上，还不等他寻找王冠碎片，醉醺醺的男爵过来支援。而由于双生双体的缘故，杀死精灵王子，公主也会死。男爵不敢下重手，可王子却一点不含糊，直接将长矛插进男爵的心脏，要众人拿碎片换公主和男爵的命。原来矛尖会随着时间的推迟逐渐刺向男爵的心脏，愚人对此毫无办法，不过他却凭着对公主的了解找到了藏在书中的王国碎片。接着愚人找到了丽兹，为救男爵也是为了救精灵公主，两人准备私下逃走。睿智的蒸汽人看出了逃跑计划，但他没有因服从上级投反对票，而是加入队伍和众人到地图上的小岛。一行人刚下飞机就见到一名没有脚的哥布林，哥布林看上了男爵胸口的枪头，说可以帮忙找人取出来，代价是枪尖最终要归他。说着就将男爵带到了神庙，神庙中有个长相奇特的怪物，他似乎很久前就在等待男爵的到来，而这头怪物就是男爵的死亡天使。天使让丽兹进行选择，如果让男爵活下去，世界将在未来遭到毁灭，因为男爵注定是毁灭者。虽然这个命运遭到了无限推迟，不过并没有消失。相反，如果丽兹选择拯救世界，那么男爵将会死在这里。丽兹哪管什么缥缈的预言，而现在他不能让孩子失去父亲。听到即将喜当爹，前脚还虚弱的地狱男爵几乎是瞬间诈尸满血复活。之后他们在哥布林的带领下来到了封印黄金军团的剧院。此时精灵王子已经等不及了，而愚人也为了救回公主交出了找到的那块碎片。随着3块碎片组成一个王冠，王子拥有了操控军团的权利。只听得一声令下，剧院下沉睡的战争机器开始复苏。男爵来不及抱怨，掏出大左轮杀向冲上来的机器。蒸汽人也打开衣服上的开关，整个人化作雾气附在机器上。看来无敌军团并没有那么可怕。谁知就在下一秒，散落的零件开始重组，一台台黄金机器重新复原。看着不死不灭的无赖军团，男爵想起了一个传说，任何拥有王室血统的人都可以挑战军团的指挥权。于是拥有坠落之子血脉的男爵主动向精灵王子发出挑战，这是王冠被铸造时就已经定下的规则。
如果精灵王子拒绝，那么他就会失去军团指挥权。于是在众人的注视下，男爵和王子展开了决斗。这一次的王子依然战力无双，男爵被他刺得四处逃命。但相比第一次的决斗，喜当爹的男爵不再是那个莽汉，他利用转动的齿轮来回穿梭，王子被骗得不知道南北，一回头就被按在地上。获胜的男爵没有取走王子的命，这让王子觉得受到了羞辱，正要上演正义的背刺，突然感觉心窝剧痛，原来是精灵公主牺牲了自己。在双生双体的影响下，精灵王子同样被刺穿了心脏。愚人亚伯冲到公主身前，两人用心灵感应做最后的告别，而那顶操控黄金军团的王冠也被利兹用火焰融化成一滩铁水。经历了这一系列事后，男爵算是彻底看开了，与其为罪孽深重的人类卖命，不如跟老婆和孩子回家种田。于是他告别了秃顶局长，准备带着丽兹享受新的生活。第3部的故事发生在第1、第2部之前，除了男爵变得异常粗犷外，故事线也迎来了重置，这也是因为地狱男爵剧组分歧，最终更换了制作组的缘故。而我们可以当作另一时空或者地狱男爵前作来看。故事一开始，男爵接到探员被魔物攻击的消息，然而他赶到地下拳击场营救时，探员好友已经被吸血鬼转化，变成了一头面目狰狞的怪物，并且在接下来的打斗中，男爵失手误杀了他，这让男爵感到十分失落。就在他借酒消愁时，51区特工找到了男爵，并将他带回了超自然调查防御局。而与此同时，一股邪恶的力量正在蠢蠢欲动。被男爵教训过的精灵珠为了寻找让自己恢复威猛方法，向古老女巫雅加婆婆求助。雅加婆婆则让她去复活雪皇后。雪皇后是1000年前最强大的黑魔法女巫，她向人类传播了致命的瘟疫，但也因此被亚瑟王斩杀。不过神剑的力量无法将她彻底杀死，于是亚瑟王将雪皇后分成6份，让法师梅林封印后，交由名下骑士分别葬在大地尽头。千百年来，雅加婆婆清楚雪皇后依旧还活着，她要求精灵珠去复活这位女巫。于是精灵珠闯入了古老的修道院，并杀光里面所有静默修士，之后在唯一幸存的小修士带领下，找到了封印雪皇后的盒子，只是上面还残留着大法师梅林的封印。于是精灵珠扯掉了修士的下颚，伪装他念出宣言，打开了封印雪皇后之手的盒子。而另一边，男爵已经乘坐飞机来到英国，此行他是为了支援的民间驱魔组织。因为森林中出现了3头巨人，本以为是再平常不过的任务罢了，可让男爵没想到的是，这些委托他的驱魔师竟然想除掉他。男爵被他们背后偷袭，直接摔进了河里，还不到他起身逃跑，又被追上来的驱魔师用电枪刺中，眼看就要被当场诛杀。一股势不可挡的恐怖力量瞬间秒杀了所有的驱魔师。等到男爵再次醒来，他就看到了面前的3头巨人。显然巨人也发现了男爵，男爵被迫跟巨人开战。幸亏这些巨人虽然怪力无双，但智力实在不堪入目。男爵抬起40米大宝剑，直接将巨人脑袋砍成2半。而当他累到虚脱时，通灵女巫爱丽丝出现了。男爵曾经是爱丽丝的恩人，所以当全世界都在消灭男爵时，只有他愿意伸出援手。不过两人还没来得及叙旧，就被教授找上了门。原来在精灵珠的不懈努力下，雪皇后即将完成复活，而现在最后的封印碎片就在那个想要杀死男爵的组织中。于是教授希望儿子地狱男爵带着少校和爱丽丝前往博物馆，一起守护封印，阻止雪皇后复活。只是当3人抵达现场，博物馆已经被精灵珠袭击，里面遍地都是残肢断臂，就连女巫哈顿夫人也被杀害。于是爱丽丝利用自己的通灵能力，将哈顿夫人的灵魂聚集到自己身上，而从她口中得知，雪皇后还在寻找国王，并且她还在这座博物馆中。这时男爵发现了地下室的精灵珠，正要1对1男人大战，雪皇后出现了。他看中了男爵的潜力，邀请他一起创造新的伊甸园。赶来的少校等人询问怪物是谁，而男爵却说是爱丽丝和他的老相识。原来当年就是精灵珠偷走了爱丽丝，他本想替代爱丽丝过人类的生活，谁知发现不对劲儿的父母请来地狱男爵为女儿驱魔，
男爵更是话不多说，直接用马蹄铁攻击了精灵珠，威胁他将爱丽丝还回来。精灵珠当人类的美梦因此破碎，并且因为被铁器攻击失去了法力，所以一直都把男爵视为血敌。而现在最后的封印被抢走，不知道雪皇后在哪儿的男爵只好跟着父亲教授返回基地。这段时间，女巫雅加婆婆召唤了男爵，将他拉进了自己的幻境。原来雅加婆婆和男爵也是老相识，当年雅加试图复活某大林时，被发现的地狱男爵打瞎眼睛，封印在了这座犄角小别墅。现在雅加婆婆虽然还记恨男爵，但她却说可以告诉男爵雪皇后在哪儿，前提是男爵要亲她一口，并要献出一颗恶魔的眼睛。为了保护世界和平，男爵只好出卖了色相。只是到了献祭眼睛的时候，他却拒绝了雅加婆婆，因为这场交易没有规定时间。于是男爵单方面设置为无限期，并且逃出了犄角小别墅。如今知道雪皇后在彭德尔山，男爵便拉着爱丽丝和少校前往。只是在爬山过程中，无数亡灵因为血皇后的到来爬出地面，阻止男爵他们前进。不得已，少校和爱丽丝选择断后，让男爵前往山顶阻止血皇后。可惜一行人还是晚了一步，血皇后缝合了所有躯体，并且将树中的女巫之血尽数拿回。完全复活后的她实力已经碾压男爵。血皇后再次邀请男爵创造新世界，刚好这时爱丽丝出现，血皇后折断荆棘，将一根尖刺攻向了爱丽丝。这是一根剧毒荆棘，为了救回爱丽丝的生命，男爵只能按照雪皇后的计划，跟随仆人来到黑旗山，因为这里有着上世纪最伟大的魔法师。化身亡灵的大法师梅林拔出了爱丽丝脖子上的尖刺，但作为条件，男爵要帮他杀死雪皇后，并且梅林还告诉男爵，亚瑟王的血统并没有断绝，他的血脉继承者被一个恶魔掳走，在地狱中生下了一个孩子，而那个孩子就是现在的地狱男爵。所以男爵拥有半人半魔的血统，他也是亚瑟王最后的血脉。只有男爵拔出亚瑟王留下的神剑，才能彻底打败雪皇后。但当男爵紧握剑柄后，就发现自己一旦拔出王者之剑，就会有无数恶魔降临这个世间，而男爵自己也将化身恐怖的存在。于是男爵拒绝了王者之剑，他不想毁灭这个世界。这个选择让梅林实在无法接受，他耗费了所有法力召唤神剑，哪想到最后却是含恨而终。与此同时，雪皇后已经在城市大开杀戒，黑色风暴席卷人群，散播着瘟疫。当男爵回到秘密基地时，教授已经被雪皇后抓走。此时教堂上空被魔雾笼罩，雪皇后显然就在那里。于是男爵和爱丽丝立刻前往，见到了被雪皇后强化的精灵珠。所谓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男爵用铁器让精灵珠失去尊严，同样也让他错失了做人的机会。双方激烈交战产生的震动让少校被巨石殃及池鱼。在看了眼男爵那边的形势后，他果断停止了药物的注射。下一秒，少校浑身皮肤碎裂，竟然变成了一头凶狠的豹子。原来少校年轻时被怪物感染，只要停止药物的注射，他就会变成一头魔兽。但精灵珠被恢复后实在太强了，即使有少校的加入，他们依旧打不过这头重振雄风的魔物。关键时刻，雪皇后走了出来，她目的一直都是和男爵携手。于是雪皇后收回了精灵珠的力量，并轻松解决了这头魔物。再一次被男爵拒绝后，雪皇后便将他打入了地底。结果掉进密室后的男爵发现，亚瑟王的墓穴就在教堂的地下。而为了让男爵拔出王者之剑，成为毁灭世界的魔王，雪皇后用教授威胁，并当着男爵的面杀死了他。父亲的死让男爵彻底丧失理智，怀着对雪皇后强烈的杀意，男爵拔出了王者之剑，神剑瞬间燃起熊熊烈火，而男爵头顶也重新长出了恶魔犄角。随着地狱魔王的到来，大地出现了恐怖的裂痕，无数恶魔通过裂缝爬到人间。面对这些恐怖的恶魔军团，人类根本毫无反抗能力，而教堂中恢复人形的少校也准备杀了男爵，强行关闭地狱门。但爱丽丝却看到了不一样的结局。他来到教授尸体旁边，用通灵能力将教授灵魂附在身上，一如当初的哈顿夫人。教授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复活，他的话让男爵恢复神智。男爵再一次拒绝了雪皇后，用燃烧着烈焰的神剑将他斩杀。当大地上的裂痕重新关闭时，无数魔物被一股力量吸回地狱。
接着，男爵掰断恶魔犄角，连同血皇后丢进了地狱之中。故事的最后，教授依然无法改变死亡的命运，但他却认为男爵是人类的希望，所以即使男爵注定毁灭世界，教授也从不后悔那晚的决定，并且在教授看来，如果这场战争有结束的时候，那也全是因为男爵那强大的右手以及那颗象征人类的心。